家来到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光，我是乡里 Sandra， 在未来银行里面献祭很多各位用我们的脑袋来提款啊，脑袋还是智慧？智慧。好，今天主题是桃李芬芳老师英雄会，各位老师欢迎。首先介绍是胡咪，你好，胡老师好 ，Hello， 行长好，乡里好，我是胡咪，笑眯眯。铭传大学应用中国文学系硕士，现在是补教国文老师啊。是的，对，你怎么样上课的吸引你的学生？我自己上课，我通常会采取的一个方式，因为在讲文学，有时候学生可能会觉得比较枯燥，所以我采用的方式呢，我会告诉自己，我要有效又有效。一个是效果的效，然后一个是好笑的笑。哎，谢谢胡咪。接下来这个韦伯你好，老师好。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补教公务员考试老师。什么叫补教公务员考试？是高补考。是高补考，还有外交特考、调查局，还有警察特考。是，你要帮他们抓题目吗？还是？要帮他们抓题目，然后同时要教导他们能够考上。补习班老师嘛。所以他可以厉害到写书了。对。那今天呢，就是有带一本书呢，要跟大家介绍，这是我自己的著作，叫《申论句大冒险》，很可爱的一本小书，做得像童书一样。它里面的内容呢，是教导同学们怎么样去念书，还有同时间可以写出最棒的申论题型。OK， 这是我的课程，谢谢。看，除了教书还卖书。我赚不少是厉害，ABC 都他了。来，接着叫黄阳明，你好。黄老师好。对，那您今天宣传也是宣传书。对，我有一本新书《变老不可怕，只要你做好准备》，就是要给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看，因为大家都会变老嘛。那特别是希望中年的族群，因为中年人自己在面对变老的过程，同时间家里可能有一些长辈啊，那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跟长辈相处。那就这本书呢，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了解自己，也了解家里的长辈。来，接下来介绍庄小宽，你好。张老师您好。哇，他是教一个我真的最崇拜的数学，因为数学我超烂的，所以大家都烂了哈。应该是说，是不是数学其实最终跟逻辑有很大的有非常大的关系。对，我觉得说啊，现在的小朋友他的问题的话有几个，一个的话就逻辑顺序不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容易粗心。所以我在教学过程当中的话，我希望说 ，OK， 可以找出他们的问题来，然后帮他们解决，因为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脑袋装在他们的身上。平常上课的话就要训练啦。来，谢谢我们的庄小宽。张老师，谢谢你。接下来陈弟，你好。陈老师你好。 Hello， 大家好。陈弟是教国文的。对。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啊。是的，也是补教业的。对，也要带书来。对，这些哇，大家都好优秀。烹饪的书吗？还是？为什么？为什么？想说来一个跳痛的吗？教大家怎么学国文的。用理科的方式。因为其实不是只有数学有逻辑，其实所有的包含语言文学，它其实也还是有一定的逻辑这样。只是大部分，因为现在的考试绝大部分它都是像国文，现在已经是不是备科了这样，那绝大部分都是课外阅读测验。对，但是大部分的人觉得文学其实是好像是靠美感跟天分，很抽象。对，那我就是想要提供一个，就是像就是小坤老师是数学老师嘛，对不对？是。对，那像学数学那样，它其实有一个定理，有一个公式，有一个可以推理的思路跟逻辑这样。对，然后可以掌握这样。谢谢五位欢迎五位老师。谢谢。介绍两位专家，首先介绍是美女新闻主播沈景阳主播，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授课补教名师陈启鹏老师，大家好。好，我们马上进行第一回合存款争夺赛。进行存款争夺赛，那 Sandra 请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答对一个答案呢是3000块的奖金。那金库里面在这一回合有6万元的奖金，要抢完为止，或是2个题目轮完为止。这一题是由沈景阳主播来举圈或叉，Sandra 请出题。不止老师，其实大家都很怕怪兽家长。请问，根据网络的统计，10大怪兽家长的行为包括哪些呢？请讲啦。好，胡老师。是我。放任孩子不管的那一种，就是孩子在大吵大闹啊，然后家长就是好像也没看见的这种情况。正确解答。尤其在公共场所，真的想把他掐死。他说：“小孩子管一下吗？”飞机上啊，高铁上啊，对。哦，那在餐厅呢到处跑。那你会出去就你会过去这样吗？
啊？你会吗？我不会，只会在心里面。因为我公众人物嘛，啊，对，不好出手。对，要不然哦。对对，我那当天看有没有带麻布袋。那请加3000。韦伯，郭老师，就是我觉得那种错误的身教言教，就是呢，有的时候那个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啊，然后来询问课程，他就会表现他好像很懂，然后会讲很多他觉得应该要怎么念，但其实不是。那小朋友其实是会或者说我们的学生会受到这个影响，他们可能在念书的态度还有方法上都会出现问题。正确解答，请加3000。接下来黄老师。就是像那个孩子如果在外面犯错啦，不会纠正孩子，反而是带着他赶快逃走。比方说不小心把东西撞破啦，然后就是快逃快逃快走，快逃，然后不是在那边跟店员说，哎，那个不好意思，我们不小心弄到了这样子。逃避责任。答对了，这题应该要叫做是推卸责任，不认错。来，请加3000。逃避现实，过分溺爱。哦，太宠啦。是，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少子化嘛，常常只生一个小孩，那就很容易的话就是太过宠爱他了。太过宠爱，对或错？答对了。溺爱啊，加3000。真的。千错万错都是别人家小孩的错。哦，对。只要一出事情就是别人家小孩错。只要发生纷争，永远都是一定是他家的小孩的错。不可能会这样子的，一定是我们家宝贝，怎么可能这样？答对了。有的。请加3000。哎，又回了胡老师。就是喜欢出口成章啊，脏话的脏啦。对，你说家长吗？对，就是家长可能就出口成章啊，然后或者是说，这怎么形容呢？动不动把脏话放到嘴巴，哔，怎么可能哔，都消音了这样。对，是这样。对，就类似像这种的。语助词也不行是？这题要算错，因为这等于错误身教。身教。对，哎，好，要韦伯。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可能家长自己呢，他比较不会去想要代管小孩，他就会想要把小孩交到就是教育机构里面去，希望教育机构的人来帮忙导正他小孩的行为。答对。哎，白话一点。他就是要把自己的照顾小孩的责任交给别人去照顾这个孩子，然后自己好像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委托，那我就不管喽，就这样放任。那胆子也蛮大的。蛮大，给瓜爷爷。对。黄老师，就是那种有些家长会觉得自己可能赚比较多钱啊，或者很了不起，就会下指导棋，跟其他家长说，这个不好啊，这个才是比较对的。拽的嘞那种。哎，这题没有在解答上，没有在里面。来，张老师，放任小孩子的话，哭闹啊，或者是破坏公物之类的。答错。是不是跟第一个太像了？太像了。好，陈弟。觉得老师要24小时要随时 online， 然后去回复跟照顾他的小孩的问题，这样。就是回家他也随时会跟你联络的意思。就晚上10点、11点还在 line 的。没错，他觉得教育是一种大爱，这样。对我说。答错了，这题也没有在10答上。超级怪兽家长的。哎，这么难，好来。对。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的家长，然后他常会到教学机构里面来，譬如说表达自己的意见很强烈，然后呢，就是可能会让我们在处理上面会很不知道怎么办。那可能他对我们来讲，更像是小孩子一样，我们还反而要安抚他。有时候小朋友在旁边看，就是我爸妈怎么会变这个样子？对。对我说。答错了。也没有。那还有4个到底什么？再来就是说，还有一种是不教导孩子，就是比方这样的行为明明就是不对，但你没有阻止他。比方说在餐厅一直吵一直闹，他可能没有阻止这个孩子说你不可以这样吵闹，他可能只会跟你讲说，隔壁的阿姨会生气哦，但他没有跟这个孩子说你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对。然后再来，包括还有就是有些会教小朋友插队，就是教小朋友插队说没关系，你很小，哥哥姐姐会让你，这其实也不太对的。然后再来一种家长就是他可能带小孩的时候，他根本就是心没有放在这，他一直在滑手机，等于是他就是坐在旁边滑手机而已，根本不管这个孩子到底是安全的状况或者怎么样，这其实也是恐龙家长的行为。这个我还有42000，没关系，接下来一轮呢是由陈启鹏老师来举圈或叉，来请出题。科举呢是古代读书人的人生大事，请问有哪些成语是跟科举有关的？
请抢答。王老师，金榜题名啊，这一定有啊。答对了，来，请加3000。庄小汉，独占鳌头，答对了，这也是有的。为什么鳌头是第一啊？因为皇帝殿前的阶梯正中央就是鳌头。哦那当时如果是得到状元的人，就要在正中央等候皇帝召见。哦那他所站的位置就正好是鳌的那只头上面。陈弟，陈老师，雁塔留名，答对了。那说一下雁塔是雁塔留名，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雁塔就是一个就是收藏重要经典的一个塔。那你能够在上面留名的话，就代表着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本事跟才华。对，那通常也是留上功名。蟾宫折桂。哈蟾宫折桂，蟾就蟾蜍的蟾，它就是月宫的意思，月亮，月宫折攀折桂树桂枝，哦，答对了，哇，好高深哦。那胡明老师解释一下嘛。对，不用专家来，我自己来是，因为桂的那个就是它的这个季节啊，跟科举考试的时间点就是接近的，对，所以大家就以这个来作为一种祝福。那我们会说月宫外面不是有那个吴刚在发桂嘛，他在砍桂树，所以就把蟾宫跟那个桂结合在一起。然后还有刚刚说的那个节令的问题，所以就用这个来祝福大家，像是这个能够考上金榜的意思，有效又有效。韦伯老师，来，韦伯，状元及第。那我也想要讲一下，今天录影的隔一天是我的学生高普考放榜日子，也祝同学们金榜题名。好的，谢谢。答对了，答对了。状元及第说怎么可以答对了？不一定要吃，好不好？状元糕都出来了，状元及第，各种中。对，好。其实那个唐宋时代啊，主考官会把录取名单写好之后，做成卷子来呈给皇帝恩准。那通常是列在这个状子的第一名叫做状头，但是状头很难听嘛。那因为原有第一个的意思，所以后来大家就把这个头改掉，变成状元。刚刚韦伯讲了状元嘛，那我讲名落孙山，因为对，没有考上，答对了。孙山是最后一名了，来，请加3000。好，接下来张老师。那我一样，我接着韦伯老师的去讲好了。他说状元及第，那我就连中3元。答对了。有3元有哪3元呢？古代有分为乡试、会试跟殿试。对，乡试第一名叫做解元，那会试第一名叫做会元，殿试第一名叫做状元。那如果你连过3关都能够得到第一名，叫做3元及第。那在中国历史上，能够3元及第的人不多，没有争议的只有16位。可是这16位考试考得很好，却不一定会做事，所以大部分都不够有名。我印象中最有名的大概叫做冯京。可是冯京也不是因为多厉害，他只是因为有一句谚语而被大家所熟知。冯京变马良，对，就是这句话。陈弟，金榜题名讲过了，对不对？哎，过了。对，高中科举。答错喽，因为不太算成语。我们讲说，既然是要成语跟科举考试有关，那高中科举就是你高中而已，我们并不把它列为成语使用。来，胡明，曝塞龙门。曝塞龙门，你讲拢听无，那曝塞什么曝塞？什么宫乐什么什么？对呀，什么蛤蟆都出来了。就是我们会很希望能够成功啊，或是我们就会说鲤鱼跃龙门嘛。那所以那个龙门就是那个龙门，对。那意思就是说，你就很像很多的鱼，然后在里面争着你想要跳出来，所以叫你的那个塞曝塞，就这样暴露露出我的塞，然后对，因为你一直在想要跳出去这样，所以就曝塞龙门。龙门，答对了。太酷。我补充一下，其实曝塞龙门的意思是说，它鱼一直争着跳，但是呢都跳不上去，所以其实曝塞龙门真正的意思是说它屡试不第这样子。所以是个比较负面的。对，是，来，请加3000。韦伯，名列3甲。名列3甲，对，我已经印象了。状元探花榜眼。是这个意思吗？这3甲吗？不是这3甲，哪3甲啊？不过这个答案我先给对哈，谢谢。对，那名列3甲就是有中举的意思，因为古代啊，他们有所谓的1甲、2甲、3甲。
那1甲就是我刚才瓜哥讲的，就是状元、榜眼跟探花。那所以它有分为什么1甲第1名、2甲第1名、3甲第1名。那通常到3甲之后呢，就是看它的名额而定。那大概就顶多到10名吧，10多名就没有名额了。所以在此之前的，通通都算是有考中科举当到进士的人。黄老师，10年寒窗。 10年寒窗，对我说，答对了。10年寒窗无人知啊，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对，好，张老师。我接着刚刚黄老师的名落孙山，应该还会有一句屡试不爽。答错了哦。哦，这个试是那个考试吗？因为屡试不第可以，屡试不爽，爽是错的意思。 所以其实就是你一直试都错了，对，所以不爽就是错嘛。那所以你只是每次考试都每次做都错，跟你每次考试都失败是2回事。来，接下来回到胡咪老师，还有12000。朱衣使者，答对了。哪个朱啊？哪个衣？红色的。朱衣就是红衣啦。那这个典故其实是来自欧阳修。欧阳修当主考官的时候，他很有趣哦。他批阅奏章的时候，总觉得后面有朱衣使者在看他。那这个朱衣使者呢，在道教的体系里面，他是5文昌之一，称为朱衣星君。 地位差不多跟文昌星君一样，所以我们现在都拜文昌。其实那时候有在拜朱衣神君，那只不过是说，他就发出感慨说，原来我的文章呢，这个卷子有没有通过的资格，都要朱衣神君答应才可以。对，那所以后来从欧阳修有这样的感慨之后，那这些考生呢就开始拜朱衣神君了。韦伯，范进中举。 答错了。范进中举是一篇文章的那个名字，它并不算成语。我们不会，我这样讲好了，你讲范进中举，我们并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对，黄老师。实在想不出来，但是我想刚刚没有说一举成名，一举成名应该也可以吧？一举成名，对我说。 答对了，可以。这谁的故事？对，一样是从刚才那2句话而来，就是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从这边衍生出好几个成语。还有6000，来，请胡咪。哇，我真是灵感枯竭了，来个平步青云吧。平步青云，对我说。 跟考试有关吗？没有，对不对？那这个平步青云呢？平步其实就是像平常一样可以走路，代表你很有才能，可以直接就登上高位。那青云就是代表着说在就是很高的地位。那这2个就是代表你前程远大的意思，并不是跟科举有关。了解。还有2个答案，真的没想法，3元及第可以吗？ 答对了，可以，要组合一下，请加3000。哇！再想想看，最后一个3000块。老师最后一个拿下来。老师想不出来，没有办法了。对，真的答不出来了。好，那没有了。对，还少1个了。来，请老师补充。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成语啦，像譬如说开科取士啦。 还有就是那个刚才我讲的屡试不第也可以啦，还有就是像富贵功名，这些都对，我们都常讲的。那我这边要补充的是金榜的由来。那为什么称之为金榜？不是它是金色的，而是它是用黄纸来写成。但是呢，这个金榜还有另外一个由来是说唐代有个读书人叫崔绍。 那崔绍呢？有一天呢，他生病的过程中下到地府去，做了个梦啊，就下到地府之后见到阎罗王啊，因为他跟阎罗王是亲戚，所以阎罗王准许他看看我们的亲人前途是如何。结果他就在地府之中看到金榜、银榜跟铁榜，看到3种榜啊，金榜是将相以上。 银榜是将相以下啊，那个铁榜的话就是抚州县的官吏幕僚，所以后来的人就把那个名列金榜作为是那个出将入相的代表，也就是考中科举当大官。好，还有3000就累积到下一轮了哦。好，那我们宣布他们的奖金。好，在这一回合呢，胡咪老师12000，韦伯老师12000，黄老师18000，张老师9000，陈老师6000。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
赢者全拿 ，Sandra， 请讲规则。这一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两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每位老师代表1000元；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了。那奖金会一直累积嘛？那每一轮留下最后那一位，可以把当时累积多少就灌给自己多少。进行第一轮，请出题。奸臣秦桧陷害岳飞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但秦桧竟然与以下哪一种民间食物有很深的渊源呢 ？A. 烧饼 B. 油条，请作答。记得好像也是有。对，油条就是我记得它好像跟一个方言有关，就是它的那个名字就是油条的那个发音跟那个秦桧是一样的。把秦桧拿下去炸。对，就是它就是炸秦桧。那但是我忘记是哪里的方言了，这样。哎，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对我错。B 油条。南宋时期呢，秦桧杀害岳飞。那个时候，都城临安有一个烧饼店铺里，一个叫王小二的伙计呢，他就觉得非常不爽，非常生气，所以他把秦桧的样子捏到那个面饼上面，然后放在滚油锅里面炸，然后边炸边大叫说：“大家快看，油炸桧啦！”然后吸引不少人上前凑热闹，跟那边吃。那油炸桧呢，它的闽南语对油炸桧，油炸桧就是油条。对，所以成为今天常见的油条哦，所以炸秦桧啊。没想到王小二是讲台语的。对，台语啦，台语。油炸桧啊！油炸桧。哎，请加5000。你看账面上有8000哦。好，下面一题请出题。有没有人看竟然会影响学生表现？根据教育心理学中常看到的霍桑效应，学生在什么情况下表现会比平常好 ？A. 被关注时 B. 不被关注时，请作答。韦伯，你选择是被关注时。因为我觉得就是霍桑效应呢，他在讨论其实是在做一个实验的时候，发现在工厂里面，工人只要被人关注，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动作就会变得很积极，因为他们其实是要给就是要有人看他们要给研究员看，所以我觉得在教学现场上面应该也是这样，就是学生也知道有人在看我就想要努力一点，不是怕被扣钱哦，对，怕被扣钱。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被关注时，有一本书叫做《教育测验与评量》，里面就有说啊，如果有人看着你，你也自己知道被人家看着的时候呢，会拿出更好的表现，这是因为要维护自己的自尊呐。这个现象就叫做霍桑效应。那这个呢，大家应该小时候都有概念。假设知道明天督学要来，老师们就会叫你明天穿整齐，然后老师就会很认真的教课，然后大家要非常积极的应答。所以这个呢，在教育界中呢，是一个蛮常见的效益哦。对，来，下面一题请出题。古代治安不佳，土匪横行，但是土匪也有自己的职业操守。请问以下哪一类人土匪是不会抢的呢 ？A. 上京的考生 B. 带着小孩的人。这两个都很难抢吧？请作答。哦。所以黄阳明写的时候，他去考上京的考生，他不抢，他抢小孩啊。这很难选啊，但是我觉得，因为以前考试1年只考1次嘛，那这样子很可怜啊，所以1年才1次，还不抢，大家等什么时候？等下次过年啊？对啊，要过3年才抢得到奖吧？他的盘缠啊，要到京里面应该很多吧？对的，胡咪带着小孩不抢。对，就是同理心吧，道义有道啊。对，而且可能会是老弱妇孺那一类，就说妈妈带孩子啊，感觉可能也没什么钱这样子吧。对啊，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上京的考生。真的其实古代上京的考生大部分都是走路嘛，徒步前往，根本身上不会带太多东西。那这些书生呢，还没有成就之前呢，根本也是贫穷人家，没什么好抢的。所以土匪基本上没办法在他们身上捞到好处，就不抢了。而且呢，大家不要误会哦，土匪也是道义有道，还有自己一套职业操守。像哪些人他不抢？和尚嘛，僧人。医生他不抢，因为医生要救人。邮差嘛，有一些 message 要传送，他也不抢。如果有人打破规矩，你传出去，你在土匪界里面是会被看不起的哦。那其他人
女人带小孩可能有一点盘缠。对。哦，来加1000，这14000块，请进入呢黄阳明的账簿。黄老师一下累积的很高哎。没有关系，这以上只是第1回合，进行第2回合，请出题。一字千金形容价值极高的作品，请问这个成语当初指的是哪一部书 ？A. 史记 B. 吕氏春秋。请作答。哦，是吗？胡明老师。就是吕不韦他当时召集了门下客写的这个《吕氏春秋》之后，他曾经把它立在城门口，有个告示，就说有没有人可以改动它1个字，增删1个字。如果你能增删1个字的话，就赏1000金。哇，所以就要这么有1字千金自信啊！对，所以后来就变成说，叫做这个作品的价值非常的高，就没有办法去对它增或者是删1个字。就真的没人敢去弄。就是如果宰相这样说，应该也没人敢吧？对，因为可能去写的那个字，可能手都断了。给你1000金，但你手断了，头也断了，还抄家族。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吕氏春秋》。吕不韦呢是战国时期的商人哦，他重金礼聘很多有学问的人，要他们把他们所知所闻呢集成20余万字的《吕氏春秋》这本书，内容呢涵盖了天地万物跟古今的事情哦。那书成之后，吕不韦非常有自信，很得意，他说：“哎，你们大家提供意见跟批评啊，如果你动得了1个字的话，我就给你1000金。5000。下面题，请出题。1895年，台湾出现了第1所小学，请问以下哪项是当时的小学生必须学习的项目 ？A. 养猪 B. 煮饭。1895年了，100多年前了。小学生，来，请作答。哦，有不一样的。这个蛮难选的。养猪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煮饭也是。在乡下来讲，小时候就开始学煮饭，有的姐姐要带弟弟，还要帮忙煮饭。来，选择韦伯，你选择煮饭啊？因为我在想，那时候台湾应该没有办法弄到每一间小学都有猪。所以我在想说，应该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猪可以养，但是因为台湾那个时候主要是农业社会，所以稻米应该煮饭还是要学的。对，材料想法是这样。好，那陈弟，你选择的是养猪哦？为什么？因为我在想，它这个是现代化教育，然后现代化教育是因应那个工业化时代出现的。那工业化时代，它其实应该是教人怎么在那个体制之下，然后维生赚钱这样。对，然后另外一方面，所以我才选养猪。然后另外一方面是煮饭，感觉那个时候的就是我听我阿嬷讲的啦，就是说好像大部分人在家里其实好像煮饭是一个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不用特别教这样。对对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养猪。全台呢最早的小学是1895年建立的，它在台北市，那现在是台北市的士林国小。那以前叫做芝山岩学院，其实是日本政府为了殖民教育，然后当时为了培育很多日语的翻译人才建立的学校嘛。那1898年的时候呢，这个学堂呢改制成八芝兰宫学校。那因为呢，它本身还是具有殖民教育的本质，所以像它的体育课里面会有军事教育，它的农业课里面就有养猪。两位请休息一下，稍作休息。来，3000块。下面一题，请出题。根据美国一项全球教育调查发现，老师们认为最影响学生学习成效的因素是什么 ？A. 家庭资源不足 B. 社群媒体刺激。请作答。3个人选家庭资源不足。因为如果整个家庭资源不足，也许他在取得社群媒体上面，他甚至连那个能力都没有了。例如说他想要有个手机啊，他想要随时上网啊，他也许就必须要去想办法养活自己了。比如说那种小孩啊，他可能还要去工作，其实这就很影响他去学校学习的表现了。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家庭资源不足。
美国教育出版商呢，针对19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教师来调查他们，然后就问这些高等教育教师说：“哎，你们觉得影响学生的学习成效的因素的时候，有57%的教师觉得课堂外的挑战其实是影响学生成不成功最大障碍。比方说你课堂内学习不管，你课堂外如果你有家庭问题、家庭的资源不足的话呢，你学习上也会出现障碍。那再来的话是学生本身的心理的健康跟行为的问题也蛮重要的，或是你基本的技能知识不足也是蛮重要的。是的，来，请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纽约大学研究显示，人的脸部特征可以看出他的个性。请问，脸部有哪种特征代表具有幽默感 ？A. 人中较短 ，B. 人中较长。请作答。短的人会幽默吗？因为人中长，他就好笑了。本身长得就好笑是吗？但人中短的，你不会去笑他，你会觉得他好像矫正牙齿会往上这样。哇，想得很细耶，人中。陈弟。我觉得我蛮有幽默感，我人中蛮长你是说黄老师好像人中 OK 啦，那个 OK 啦，适中是不算。我在回想一些喜剧演员，觉得人中很像比较短吧。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人中较长。根据呢纽约大学研究人类他们看到你的脸部特征的时候，我就可以快速的判断另外一个人的性格。比方说，我看了一下行长，我觉得人中较长的人呢，给人家感觉其实是比较幽默的。人中较短的人呢，就不能开他玩笑了。对，而且鼻子大的人是代表什么？呼吸新鲜空气。知道了。来，两位请回来啊，不要乱想啊。来，加1000，12000，输入我们陈弟的账户。哇，紧追在后喽。你看到没有？还不一定分输赢了啊。来，第3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对不对？对。请出题。中国文人也是数学大师，请问以下哪一个数学概念是由南北朝文人发明的 ？A. 几率 B. 圆周率。请作答。这题马上就分胜负了。有没有可能呢？有机会。但是数学老师选的是 B 耶，张老师。虽然说这一题就数学史跟数学是分开来的不一样。我记得这是祖冲之吧？黄老师。我是在想这个，因为刚刚受到陈弟老师的启发，就是学中文也是能够有逻辑的。那几率其实是一个很重逻辑的事情，所以我是这样延伸来想。我有不同意见。我觉得就是如果比较早期的话，感觉应该是要从比较具象的生活开始，所以可能跟太阳就是那个，因为早期的那个时钟是看那个就是太阳的角度，然后它是跟圆有关。对。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圆周率。祖冲之呢是伟大的数学家跟天文学家他出生于南北朝，家里呢是在管历法的这个历法世家。从小呢，他老爸呢就教育他说，你一定要非常重视天文跟数学，所以就奠定他很好的基础他在数学上最大的成就就是拍圆周率的计算，他承袭呢刘辉使用的哥元数，他把拍的准确度到了小数点第6位，就是他算出来这个拍是介于3.1415926跟3.1415927中间。那他算出来这个精密度呢，领先西方国家近1000年，真厉害。黄老师请坐，加4000。那黄老师还是很有机会了，但他先休息了。黄老师32000了，所以你们有机会赶了是。来，下面一题，请出题。赞美不一定有好处，在针对国小学生的心理研究中，赞美孩子的哪一方面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A. 称赞孩子努力 ；B. 称赞孩子聪明。请作答。负面影响。那个陈弟。因为就是你越称赞他，就会
他小朋友他会有那个自验预言，就是他会肋骨都翘起来。对那一个是先天，一个是后天。你称赞他先天，他就会觉得我不用再努力了，这样。因为聪明是天生的嘛。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第一，称赞孩子聪明。有一个呢，针对国小5年级的学童研究，把他们分成2组，其中一组呢，我就一直夸他，你很聪明；那另外一组呢，赞美他，你很努力。然后接着再让2组进行高难度的测验。虽然呢2组都做的不是很好，但是被称赞聪明的孩子会觉得很沮丧，因为觉得自己很笨。但是被称赞努力的那一群呢，他们会觉得虽然这些问题很难，但我要更努力。所以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新一轮的挑战的时候，被称赞你很努力的都愿意接受挑战哦，高达90%。下面一题，请出题。学富五车一词源自庄子的话。但原先并不是用来称赞人，而是用来指什么 ？A. 学太多令思想混乱 ；B. 富有人家才能读书。请作答。思想混乱，学太多令思想混乱。对，我想的是道家的概念应该是像我们说的那种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嘛。所以如果我们学了很多的东西。到了脑袋里面，最后可能对引发的是混乱。那不如就是我们维持中间的一个很基础的道统，把这个道统弄清楚。这才有中庸之道。核心思想弄清楚最重要。陈立一样吗？因为庄子的想法是自然，所以他基本上反对一切就是非自然的东西，包含教育。对，所以他如果用他是躺平族的始祖，对不对？老子是无为，有一点类似。对，所以中国历史上文人如果比较崇尚道家，比如说陶渊明，对他最后就选择躺平这样。那庄老师，你选择的是富有人家才能读。虽然说就是庄子是我的祖先，可是我这辈子教的是数学。什么？我看到我的答案跟国文老师不一样，我心都凉了。正确答案是 A， 学太多令人思想混乱。惠施呢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他觉得任何事情都要名副其实，那他是名家的代表。那名家事事都非常计较逻辑这样的一个态度哦。那跟庄子，因为庄子是觉得要超脱逍遥，所以这2个有很大的出入。那庄子呢常常就会批评一下惠施说，他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因为呢他读过的书虽然装了5辆车这么多，他懂得这么多，但是呢也弄得他的思想很庞杂。也就是说你说的道理根本就不实用嘛。后来呢学富五车这个成语呢就从这边演变出，后来才是形容人家书读很多、学识渊博。其实一开始不见得是一个正面的成语哦。来，哇，请加2000。来，下面一题，请出题。感冒一词最早竟然不是医学用语，请问感冒一词最初源自于哪里 ？A. 文人诗词 B. 官员价单。请作答。陈立知道吗？我不知道来源，我是用推理的，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在用说你这样做让我很感冒，是负面意涵。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感觉 B 选项就是请假的时候让人觉得干嘛请假？对。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官员的假单。以前的官员呢，为了逃避值夜班会在请假本上面写下我的肚子不太舒服，就不想要值这个夜班了。那之后呢，有人把它简化成感风，就是遭受风寒。那到清朝的时候呢，才用感冒取代了感风，而且社会上就开始用感冒这个词啦。来加2000，这是第一题了。下面一题，请出题。动物也可以当外交官。请问台湾曾经将什么动物作为外交动物呢 ？A. 台湾黑熊 B. 穿山甲。请作答。一定送黑熊，谁会送穿山甲？可是黑熊这么凶猛，黑熊才有代表这样对不对？人家是送熊猫。可是穿山甲长得很特别。
因为我不太确定那个外交动物的意思是说，只是一个形象，或是整只送出去这样子。应该是整只哦。对，那如果整只送出去的话，我们有做这些复育啊、人工培植这一类的，我觉得呢也是蛮合理的。那如果只是一个形象的话，其实这个形象也非常合理，因为是台湾黑熊。台湾黑熊是有独特种，穿山甲可能别国也有啊。对对，台湾黑熊少啊。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穿山甲。其实呢，历史上常常看到把动物当作礼物送给其他国家，拿来做动物外交，可以反映出两国之间的信任关系。像哪一些东西曾经被送出去过呢？长颈鹿啊、骆驼啊，还有我们知道的熊猫，都是各国的外交手段。而台湾呢，曾经送过捷克首都布拉格一只穿山甲，作为友好的证明。穿山甲那是因为捷克好骗啊！来，中路回来。哇，那这个12000进入我们行库了，没有人拿走了。好，最后呢，胡明老师12000，伟波老师12000，黄老师32000，庄老师9000，陈老师18000。恭喜黄阳明老师啊，扬名立万，32000为冠军，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黄老师来，他也不是学数学，也不是学中文，结果闯到最后一关。对，好，来，恭喜您，请插卡，金库请打开，里面有32000块，是您的奖金，但是先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提示，来，请。2道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45画的变老不出门，或是总笔画41画的变帅就甩了女朋友。哎呀，这个不行，变老不出门的是情有可原啊，自暴自弃啊，自暴自弃，对啊，都觉得自己没有自信啊。是，像这个4个字，你想想看，一个是变帅甩女友，那更多难听的话，忘恩负义，拈花惹草啊，拈花惹草，对啊，对，拈花惹草。41画其实蛮简单，你要选哪一个？因为出老人的书，我选45变老不出门，因为跟你的书名有关。你书里面有写到变老不出门这一块吗？有写到减少社交，那就锁定变老不出门。45画变老不出门。那他没有选的变帅甩女友，现代陈世美，来请看。就是得鱼忘全。就是我这边捕鱼啊，我鱼捞到之后，我就把那个渔网啊、鱼篓丢掉了。那个全就是鱼篓的意思啊，就是有点过河拆桥那种感觉啊。对，还好你没选，还好没选，真的。好，现在拿起笔来，我们只有1分钟的时间哦。好，出完题请开始，就1分钟。变老不出门，请出题。自惭形秽。对自己没有自信，自惭形秽都不出门了。来，计时1分钟，计时开始。太难了，天哪！清除字。1、2、3、4、5、6。残。1、2、3、4、5、6、7、8、9、10、11。你消除了，再写。糟糕。来，再一次。要把它拿起，再这么做。会难哦，妈呀！先写一个我会的会。停1秒，43秒，还有17秒。自惭形秽，就好像老师，我必须说，好像3个字都有错了3个字。来，密码06120613。对或错？错的。你这3个字都错了哦。来，计时还有17秒，尽量改了。计时开始，他刚刚知道也写不完。计时开始。没有办法好吧，就来吧。刚行长说污秽的秽。天哪，对啊，污秽的秽。哇，真的是写不出来。这笔画吧，糟糕。给个密码还是不给密码吗？好，他字写不出来了。我们刚刚是几画？
密码06120911。对或错？太可惜了。这个应该写惭愧的惭嘛。对呀，然后形体的形，形就写形状的形，形状的形。会是污秽的，污秽本来就真难写。现在叫我写，我只知道盒子跟这个岁啊，岁月的岁，岁月的岁。对，来，请看正确解答，3个密码都错了。密码是06140718，真的难啦，其实。自惭形秽，来，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在刚刚你写的这个老这个东西，人是不是到一个老的时候就很怕出门，就是觉得自己照镜子也老了，就好像你的朋友生病，他不会希望你去探班，因为他就是会憔悴，不想看到，是那种心态影响。对，但是我们应该营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让大家不论什么年纪都还是愿意跟大家出去社交。对，谢谢各位老师，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